罢掉。真的啊。好，那么王世坚还坚持说823大阪不要搞了啦，还搞什么哈？他说他的服务处一天至少接80通电话来骂他的，啊，你干嘛？你这扯民进党后腿，叭哦等等。王世坚其实他已经看到823他不会成嘛，726 25-0，你还搞823？为什么没有都在726呢？就因为823这7个人是连联署都发生困难的嘛，民进党联署报他们都很慢，都联署不到，所以才搞得那么晚。那你认为如果他联署都困难，他要通过3阶很容易吗？不容易嘛。但是民进党现在策略就是说，我举党之力去罢你们。徐小清跟我讲啊，当然有50个人罢团去罢徐小清，都移到罗明才那边去了，那整个移过去啊。所以这些罢团就集中25个我这个贝多利峰，我现在集中打你5个，甚至集中打你里面1、2个，我只要罢掉1个，我就说我破蛋了，我没有0，自我安慰嘛。你破蛋了，你还是输啊？你怎么有赢呢？你根本就是输了嘛。你723就已经726已经注定你输了，你823还搞什么呢？真是无聊到极点。所以王世坚也看得清楚，他其实为民进党好了，但是没有办法所以呢，有人就问他说：“你是为了选台北市长啊？”他说：“没有，9次没有，我没想过那另外呢，这个好吧，我们先看这个王世坚。我根本从来没有想过什么参选什么市长。极力撇清人生清单没有台北市长这选项，因为上周公开呼吁总统不要再推大罢免，让王世坚被指是参选市长的起手式。这样的话语我已经被污蔑太多回了，尤其在这个礼拜。打电话来的也是这样骂我啊！那一天70、80通的电话来这样骚扰会是这样才决定闭嘴吗？我该受到谴责也被谴责了嘛。我觉得我建立过就好。那赖主席也是有他的智慧，他会分析，会判断。一切以党主席的意志为重，确实此刻民进党是力拼823的大罢免。我们会也会组成一个823的一个应援的 DPP 应援的陆战队，希望能够激起更多民众的共鸣。来，志刚怎么看？王世坚的这样的讲法，其实坦白讲是帮民进党好了，而且帮民进党留一个后路了。因为大家可以想见823的情况嘛。因为我们也私底下跟很多民进党的民意代表聊他们也觉得现在是进退维谷因为他们也知道。也预见情况，但没有人敢说实话。王世坚只是那个揭穿国王新衣的小男孩嘛，就告诉他说你根本没穿衣服，告诉他说结果会是这样。但是他就跟民进党内部的主流想法不一样啊，还有人叫他滚啊，还有人叫他滚蛋啊。那王世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我是觉得民进党里面的一个有脑筋清楚的，跟主流知道主流民意在想什么，这些民进党的党员。或支持者们应该打电话去王世坚的服务处鼓励他，跟他说你这样讲是对的，是帮民进党留下一线生机。再不要在823的时候呢，又变成全党的精锐进出，但是结果呢想见可知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民进党内部的政治气氛我觉得出现很大的一个逆转。以前我们小时候认识的民进党是，出了事情有人出来可以讲真话以前在阿扁时代的11扣。这个11口的沈副总沈大哥还坐在这，那这些人都是帮民进党讲真话，然后留下历史记录。但现在民进党里面，只能讲主流想听的话，只能顺从主流的民意，顺从老板的民意，跟主流他内部主流想法不一样的，基本上你没有空间去表述，甚至在内部就被围剿。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最大的危机。我觉得民进党危机还不是说他罢免被输掉，或是未来的选举不看好。如果民进党内部一直没有可以检讨、自省、反省，然后来去做调整的话，我觉得这是民进党的走向这个冤首的开始。就没有人敢讲真话，就是腐败的这个开始了。闽南党说呢，这个因为钟明轩被那个八囧说呢，他好像跟老共什么勾结等等等等之类的，说大陆好等等，因为他做了一个这个大概在网络上嘛。那这个闽南党之前说八囧去羡慕纳粹想要呢把一部分人变成犹太人，然后呢这个纳粹怎么样来搞，他就学纳粹那一套然后呢现在第二次又说呢，他去这个陷害钟明轩把人送上断头台然后呢八囧就
回声明说，我不是针对他个人啊，那不是针对个人，你针对就是钟明轩，还不针对个人。我虽然骂的是你，丑化的是你，抹红的是你，我不是针对你啊，我针对全部。那当事人怎么办？被你抹红怎么办？哦，那所以闽南郎说他统战纪录片抹黑钟明轩，没有查证，他自己去搞哦。那闽南郎说呢，哎，你不要乱讲了，我有原影片啦。哦，而且你的纳粹理论也不是开玩笑，你很认真的，你哪是开玩笑？现在说你开玩笑，私下开玩笑，那是拿纳粹来开玩笑，真的是开玩笑哦。你这活动后面那个看板，那个对不对？像纳粹鹰一样的东西，那是开玩笑哦。所以呢，这个闽南郎打巴炯的不实指控钟明轩哦，然后呢，青鸟就气愤出征他，说你毁掉罢免了哦，你已经把罢免毁掉了，你伤害的不只是巴炯，你也伤害台派，伤害罢团哦，这个跟着被贴纳粹标签，你忘恩负义，巴炯如何这个协助你？现在呢，你要帮钟明轩平反，我无法接受。网络就反正就是说我目的是要罢免，我目的是要大罢免，所以你们任何影响我大罢免的都不能说真话，说假话也没关系，因为罢免是最高的标准，罢免是最高的道德。哦，现在就变成这样子，我们看一下。巴炯的问题不是热情，而是偏激。反共更不等于可以接受纳粹式的操作。在大罢免前称兄道弟，如今却点名巴炯太偏激。这是6号晚间网红闽南郎发布的揭露巴炯续集。巴炯多次要求我避谈钟明轩，真相是他根本不是为了保护我，而是因为这部分的内容经不起查证。几天前爆料巴炯效仿纳粹之后，闽南郎在指控巴炯散播未经查证内容，其中关键字钟明轩指的就是过去2人合拍的这部影片。薛洋是吧？然后那我找他去联络钟明轩。截取片段内容影射钟明轩跟对岸统战部门有关系，其实同伙的闽南郎一一解密。海峡导报的林建东原话说，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钟明轩，只是把他的影片拿来转发。可是巴炯还是坚持发了，结果他就回我一句话：他最会打舆论战，这种东西就是要不择手段。所以当时2人接受专访是这样说的：你自己去跟海峡导报社长去瞧嘛，那关我什么事？前面因为他有讲到他家人、他朋友，然后社长也有分享他的那个家人朋友的东西，我就不能剪进去没？就这仅8秒的捏造，导致我的工作莫名被取消，对我还自律神经失调，全身长满荨麻疹，好几个礼拜不敢出门，每天只敢待在家叫外送，下去拿餐点还要全身包紧紧，戴口罩戴帽子。最痛心的是，我的朋友到现在依然相信那个版本的答案。对此巴炯的文字回应，我们所制作的纪录片涉及的个别网红，只在于是否有同台参与者，非针对个人。在这重要时刻占用社会关注，我深感遗憾，仍会持续关注中共议题，并以透明态度面对各界监督。我虽然不认同钟明轩的言论，但我更不认同这种没有查证直接把人送上断头台的做法。为钟明轩抱屈，不惜大义灭亲，却跟半年前的自己形成强烈对比。可以加入你们统战部吗？你什么意思？汉轩，你知道他们？就巴炯跟这个闽南郎，我会稍微的，因为是新闻的关系，我会稍微看一下。但是周明轩事实上他已经红很久了，他确实是这个100万网红，但是他其实很认真去，经常去一些，比方什么旅游啊，一些什么景点啊，一些生活上的片子。他前段时间是因为去大陆嘛，所以就被他们这个逮到了嘛。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啦，我就坦白讲，就他原来是骂中共的，骂老共的，是不是？但是后来去大陆，拍了一下，有点像，就有点说，大陆好像跟大家讲的不一样。过去也不见得真的骂大陆，但是就过去的年轻人不太认识大陆哦，但是他也是属于那种去了一次之后，哇，就发现中国大陆怎么能那么的进步，那就是讲了很多中国大陆的好话，然后呢就被巴炯跟这个闽南郎给跟上了。这还没有说他拿人家的什么受人家的统战，拿人家的钱啊等等。所以这是目前巴炯跟那个闽南郎闹内讧的原因嘛？哦，就是说因为巴炯他可能一口咬定说你去拿了人家的钱，拿了好处，所以你才说他的好话，你根本不是真心诚意觉得中共好，那这个就成为他这个统战的工具。但闽南郎显然的认为说呢，到现在整个，我觉得其实在整个的罢免这个失败之后，像是王世坚，像是闽南郎，我觉得都有类似一个，就是说他们有一点点自我反省的味道出来。这非常少数的，我觉得民进党内或者一些侧翼跟青鸟当中还有一些。有在思考一些事情，有点良心，但是问题是他们会是多数，还是会不会有更多人站在他们那边？我不知道。但是你看这闽南郎讲了半天之后，巴炯显然不赞成他的话，还是持续的说哪是这个样子？我当初我也没有这样在骂周明轩哦。那而且他的说法就是说，我觉得
巴炯到现在为止，他没有认错哦，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闽南郎如何的揭穿了民进党内的侧翼跟青鸟跟这些偏激分子操纵舆论的过程。他说的整个包括巴炯当初就是明明知道，他们去访问了海峡导报，海峡导报告诉他们说，我们并没有去做，他们根本不认识周明轩。他只看到哦，原来台湾有那么一个100万网红，他现在讲中共的好话，哎，就很开心的转发，到处转发哦。所以呢，这个只是他们唯一的动作。那后来他们去问了这个海峡导报的人之后，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巴炯就可以略去这一部分，就不讲说他们根本不认识周明轩，就说啊，他一定是拿了他们的钱，明示暗示他们拿了他的钱。所以这部分是让闽南人看不下去的原因。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因为有些人看不下去，而且这一次的选举。这一次的罢免不会过，坦白讲也是因为很多人看不下去。我觉得民进党那个斗鸡的性格，以及这个侧翼跟青鸟这种无所不用其极，就是等于说把台湾的民主拿在脚底下践踏的行为，有一些声音开始出来了哦。那只是我不晓得这个闽南郎跟这个巴炯的戏会怎么样演下去了啊。到目前巴炯如果背后没有很多民进党的侧翼的支持，我也不相信他会这样子那么的张狂。他甚至讲到说他在跟闽南人在对话的时候，他们讲到说我们要搞那个纳粹啊，他就说当然要这样搞啊，我最会操纵舆论了。他说呢，我们就是要无所不用其极。那这个闽南人还跟他讲说，啊，这样子好像不太好，那样不太好，就是那是哪里不好，就是要这样的干。所以你会发现说，台湾的民主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我觉得已经起了非常非常恶劣的，我甚至觉得很病态的一种发展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刚刚讲说，当初民进党也是一样，民进党11扣，只剩下11扣，现在只剩下1扣，就是王世坚。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堕落至此，但年轻人也跟着他们堕落到现在为止是这个样子，而且也以为这样子叫做爱台湾，以为这样子是民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其实很好啊，就让他们这样继续咬下去嘛，你就会知道说到底这个民进党，王义川不是前段时间也自己突然说溜了嘴嘛，说这个什么假新闻、造谣4步骤。你会真的觉得这些人真的有在把民主放在心上吗？有把台湾放在心上吗？制造一个假新闻，然后做梗图来骂他，然后当事人会如果你跳进这个地方来，对，当事人澄清后再骂他的澄清，这叫4步，就是设陷阱嘛，就是这个样子。但这就是台湾，就是民进党所谓的民主，所谓的罢免，所谓的捍卫这个台湾价值吗？他们这些网红，他也讲了，这事实不事实，真实不真实不重要。流量重要，有流量就好，这真的很悲哀。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大陆的太阳能电动车电池在全世界他们叫新3样那做的品质不错，价格低，那所以呢就很怕特别电动车啊什么，如果到台湾来，大概台湾的汽车业就惨了那传出个消息说呢，比亚迪密验政商人物在大罢免以后夜宴立法院的高层，所以呢他就想他是不是要绕道进到台湾来那引起大家蛮大的瞩目那另外呢，他们也请了韩国瑜跟江启臣的幕僚，不是我本来吓一跳，叫韩国瑜江启臣不是他们的幕僚那另外呢，立法院本身的一个处长总务处长因为他有文官身份呢，也去那另外呢，总务处长说，我跟他也没什么业务往来那就是好像比亚迪的台湾的代理商透过三立的一个高层主管，请这个立法院的人去那我想也是因为媒体嘛，就是三立，大家也不愿意得罪他们还有可能有点私交就去了。然后呢，这个韩国瑜回答，人家问韩国瑜，你的助理去呢？他说幕僚去，还是带他早安，也不用回答。江启臣说不要过度连结我的幕僚去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另外呢，这个比亚迪想进台湾，所以说夜宴立院高层吴子嘉说，他们所以设这个局，因为原来讲的是说这个三立因为绿媒嘛，所以呢他邀了这些人来以后呢，又联合什么其他的什么媒体呢来拍等等那三立否认三立说不会这样但是呢外面就这样讲嘛，
那所以呢，吴子嘉认为是要打谁呢？就要打江启臣，因为江启臣是7个被罢免人之一啊。所以你看看江启臣，你看看跟大陆的厂商透过宴会也搞在一起等等来打来抹红他那另外呢，这个黄国昌就呛三立，说你三立你这个媒体你主管牵线，然后又在政论节目批民众党，演哪出那民众党好像没人去啊但是呢，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个因为黄国昌有去批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他们又回来批民众党那另外呢，这个当事人说他仅协助邀请政界的友人，并没有设局这个三立的人说我没有设局，不是我设局不是我设局那另外呢，这个三立电视也出来否认联手同业设局，我说而且当事人已经停职接受调查那三立不承认说他们是设一个局，我们看一下。你跟比亚迪的代理商参叙。周刊爆料，7月28号晚间，比亚迪透过代理商太古汽车夜宴立院高层，包括正副院长韩国瑜、江启臣办公室幕僚及立院总务处长廖炯智都受邀出席，席间吃了将近3小时。不过到底谈了什么？因为他们内部的事，我也没有去参与他们的这件事，因为我就是不认识的人，我只跟我旁边认识的人聊天而已很熟的朋友约不然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会是有这些人。强调期间没有多琢磨车厂内部的事情，只是就让民进党招到破口，说726后亲中助长洗产地的国民党又回来了。6之后呢，车商呢开始接触这些国民党的立委被经济部被行政卡住了，他们想要绕道借由立法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是有必要好好的调查。来，毕若伟，这个看起来像一个仙人跳吗？还是说他是故意的？对，因为这个有时候厂商会有设一个饭局，然后会到立法院。我相信2位委员都在这，也会常常拿个邀请函去说可不可以一起来，然后讨论一些事情。因为这是太古汽车嘛，它是一个经销商，或是他想要代理这个比亚迪，可能想要听听看的意见。那也可能是因为朋友，然后想说跟那个委员的助理，到底是我跟委员有熟，还是跟委员的助理有熟？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乌龙事件，只是这个三立这个主管是比较可疑啦，就是说7月28号，那过几天为什么会爆出来？那是他自己去设局的嘛，所以感觉上就是有人去设这个局，但是呢，大概又有人会觉得说是不是要剑指那个江启臣？在这一次823的7个罢免的人当中，基本上我在台中听到了，就是说他们主要锁定的就是严宽恒跟江启臣，因为严宽恒当时那个严委员也跟我讲说，有一次在庙里头就是在座谈，他也跟我讲说，他也曾经被罢过那所以呢，他们觉得罢团觉得说他还是有机可乘的，所以他就会现在这一次呢，他就是到处每1个里或2个里就办一次，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活动然后就是在庙口里头开讲，所以大概他觉得说，我只要有空就会去帮忙讲。上礼拜还下过雨，还蛮凉快，这礼拜真的是太热了，我都觉得我每天晚上都快中暑了。那江启臣，因为他爸爸嘛，那个严清标，他跟我讲说，只要有空都帮忙。那我觉得晚上只要我有空，不要去参加饭局，那就有空就去庙口就去帮他讲。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啦。像明天礼拜5晚上，礼拜6就有个大场。那江启臣委员他是副院长，而且他被视为是那个卢秀燕市长的接班人。这个在我们中部那个罢团都是这样子传的，就觉得说，如果把他罢免掉的话，他事实上有意义的。所以这7个里头，他们就会说，集中来罢免1个或2个，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这个是有历史意义的。但是我觉得这7个。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政治实力，我觉得是太强了。第二就是在地方上面，刚讲到那个罗明才怎么会就地方服务做得多好，我告诉你，那个严宽恒他是立法委员，然后他妹妹是议会的副议长，他们家的那个服务才更好嘞。有时候选民来跟我讲陈情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找谁帮忙，走过他家进去跟他爸爸讲一下，马上就可以解决。就是说他在地方上面，不只是沙鹿、龙井，甚至到57清水，他基本上他都可以愿意去。就是这个严家在外面的形象里头，大家觉得有一个形象，但是他在当地里头，老百姓的心目中是另外一个形象。我们都觉得
还是因为严清标现在年纪大，我都觉得他很可爱，每次对跟我讲，我都觉得他是不是年纪大开始变可爱。但是他对地方上面对他们家的印象真的是另外一个跟外界不一样的。这地方服务那个做得地方服务真的是太好了。好吧，黄国昌开骂，我们听听看。当三立在追这整件事情的时候，点名毫无关系的台湾民众党骂他，其实最该问的人是谁？他其实最该问的人就是三立他们自己的主管。三立的主管找他去吃饭，吃完了以后，就可能有设计好的狗仔在拍了。拍完了以后，三立的政论节目开始口诛笔伐，大肆批评跟整件事情毫无关系的台湾民众党。请问现在是在演哪出啊？现在黄国昌的正义双标进入2.0的阶段，他可以基于同样一个案子选择性的来批评同一个案件的不同的人。你不来要求立法院的人，你反而跳过去质疑民间的人士，这不是比双标更双标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想当然是为了823啊，添柴火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比亚迪，它就是一个中国电动车的一个这个龙头嘛哦。那只要现在跟中国扯上关系，那不管是什么事情、什么人，那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就是想办法把你打死，把你抹红到一个极致哦。像我们这一次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大罢免的过程当中，几乎每一个被罢免的委员啊，在这个区域内啊，就只有一个理由，没有其他的。好几个委员都是这样子嘛，他们被就是地方的这个民众被洗脑到说，我觉得他做的不错啊，不过他是共匪，我们可能就是还是要罢免他。我觉得他做的很好啊，但是他通匪啊，他中共同路人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当然就是说，刚刚大家有一些假设嘛，也许是有设局啦，还是什么什么等等啦。不过我在想哦，周刊他要爆料说，哦，这个是有立院的高层哦去牵线，那里面既然有三立电视台在里面，你标也可以下呀，是三立电视台要牵线这件事情嘛哦，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很刻意来的了哈。不过从这件事情来看到，就是说，他只要见缝就要插针，只要看到有一点点就是跟对岸有关系的，他就是要抹红到一个极致。可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去撕裂、去仇恨、去对立，那么他们才可以从中去获利。所以我觉得啦，不管是刚才说王一川说造谣4部曲，我们去对了一下，其实蛮吻合的呀，跟我们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几乎都是吻合，只不过是我们几乎这次所有的这些委员，大概到所谓的他第3步，我们不会去跟他去往来这些事情了，因为真的很无聊。那可是经过抹红造成的对立跟撕裂，我真的觉得很心痛。台湾就这么小，你这样子撕裂，这样子对立，其实这种仇恨带来的后果，这种撕裂，其实是很久很久很难去弭平，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的。继续再回来。像我们刚刚提这个青鸟书店哈，我青鸟书店青鸟都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了哈，反正我叫青鸟书店，是3年狂捞6700万啊，有这种事情哦？那好吧，这个他的这个合伙人叫张舔志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说文总，他叫文总帮抢标吃香喝辣哦。而且是民进党最坚实的侧翼，哦，那到底怎么回事哦？那这有一个表了，所以到底他6700亿怎么来的啊？6700万，屏东县政府啊，屏东县政府，基隆市那时候基隆市是林右昌嘛哈，基隆市政府、屏东县政府、基隆市政府、宜兰县政府哦等等，拿的钱一共加起来，哇，这个有这么多哦，哇，这个屏东县就1825万一个案的牡丹社事件。哦，金额都不小的，440、490、190、300、780哦等等啊，最少是90万了。整个另外呢，这个宜兰县给他的1549万，其实也不小哈，那个钱都蛮多的哈。那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看一下。被封为青鸟女神的蔡瑞珊与创业伙伴已婚创办人张铁志，两人多次同框，更是接受专访，指着好交情，看来不太单纯。
在今年4月被民众直击，张铁志右手紧紧牵着蔡瑞珊在日本涩谷街头并肩逛街，不过彼此却是各有家室。蔡瑞珊在2017年3月奉子成婚，当时吴姓丈夫1个多月前才离婚，因此蔡瑞珊遭吴男前妻提告，法院最终判决需赔偿50万元，等于是遭到法院认证的小三。只这回被拍到与张铁志，蔡瑞珊回应是为了演唱会因气氛感人而相互拥抱牵手，只是除了私领域爆出争议外，创办的青鸟书店争议满天飞。时任副总统赖清德朝圣青鸟书店的屏东分店，但青鸟文化制作有限公司从2019年到2022年，一共拦下10个政府标案，屏东县府就占了过半数，海捞6700万元。恰巧张铁志创立的公司，蔡瑞珊也担任董事，从2021年到2025年得标23项，总金额达3911万元。甲贺到小北好像都是在南部的县一个县，长期拿这些标案。那沆瀣一气，结果拿到这些国家这么多的资源，你们有善用吗？就怕双方公司都海捞标案，因为张铁志也曾担任过1年多的青鸟文化制作监察人。对此，屏东县政府表示，所有标案依据政府采购法过程公开、公平且公正，一定有所谓的不良率，但是呢，其实这个不良率应该也不是非常的高。补助之后，那真的是能够协助我们各行各业的一个兴起。只是青鸟书店从全盛时期的10间分店，如今在台北市里的这间6日也是闭幕倒数的据点，也被认为成快闪式书店，却标案拿好拿满，让其他文化人难以接受。那兰娟。我觉得这件事情要看的，事实上是我觉得在像这一次罢免的过程当中，到了最后的那个阶段，其实非常多的台湾的艺文界的人站出来挺罢免。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台湾一般来讲，文化人会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哦。那知识分子事实上在这一次，其实你就结果来看的话，你会知道罢免基本上其实民进党只有在7个地方超过1/4的人，甚至还连1/4都不到。所以昔日的民进党，你说赖清德来看，他才拿到40%的选票，但这次罢免有7个县市之外的地方都不到1/4。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民意的意识哦，跟这个趋势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会很疑惑，因为我很多文化界的朋友那段时间都在脸书上面表态。那你会觉得说他们都很激烈哦，他们都认为这件事情这个就是说，如果说罢免不成功的话，台湾的民主就完蛋了，这个老公就要过来了，这个立法院里面就被这个在野党予取予求了。那么强烈的声音是怎么样子发生出来的？很多人我都觉得我可能都不太认识他们了。那但是这个部分，我觉得青鸟的这个故事，或者我们刚刚讲到像8·9那个事情，它可以若干的解释，我不敢讲全部，解释出背后的一点点原因，就是说事实上有些文化人，我坦白讲，我觉得台湾的有些文化人在过去，尤其蔡英文当政的时候，其实所谓的文青风，其实他出现了一种被政府的标案给喂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要去讲说台湾的文化人、艺术人其实不太好生存是真的哦，但是事实上对一个政府来说，他应该要去健全整个的一些艺文的环境跟土壤，然后让这些娱乐圈、影视圈大支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得到很多大家的爱戴，然后开演唱会赚很多钱，而不需要去拿标案。同样的文化人也是一样，你可能不需要拿标案，你就可以养活自己，但是你会发现在台湾的现实当中，有些状况就是说，他们可能包括很多电影人也是一样。你觉得没有办法，你没有政府补助，你就没办法拍一部片子。你今天没有政府补助，你的书店就经营不下去。就久而久之，你就发现说，其实很多人他背后都靠着政府，就是很多的政府标案支撑了他们。那久了，我就发现说，有些时候当你越来越近的时候，本来的想法未必是完完全全一致的，慢慢好像就被你说是洗脑吗？还是有点像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绑架了之后，你就认同了那个绑架的人一样？就你慢慢开始就是说，他就开始去认同他们的这些说法，认同这个文化，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很难去说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诡异的一个状态。事实上，有关于你看这个青鸟这2位文化人，我都很熟，以前也还蛮常上我的节目的。像他们讲文总帮张铁志过去也是文总的副秘书长。
那文总当初也出现很多这个钱到处花，什么帮推啊，这林锦昌的什么帮推啊，什么这些在搞这个选举外围的这些，都是他们拿的钱。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是，我觉得坏的还是民进党啊。我觉得民进党很刻意的借由政府的资源去喂养电视台，去喂养文化人，去喂养书店，去喂养这些网红们。然后这些人的话呢，当然有些人就愿者上钩，有些人不愿意，但愿者上钩的人就发现他一个循环就开始出来了。这个循环就他发现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紧密，然后这样越来愿意帮他们出来讲话，而且这些人都是很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大小有不同的偶像，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会很容易影响那种年轻人。但民进党来说，他们就是要去拉这一群，尤其当初蔡英文执政的时候，就是拉年轻人嘛。所以你看每个地方，看那么多县市的标案，县市很多都搞那种什么刊物啊，都是那种很文青式的。编得漂漂亮亮的，都很漂亮。我骗你，真的都编得很漂亮，都蛮有质感的。那问题是你一般来讲，政府不会有人去编个刊物，没有人看，然后愿意花那么多钱给文化人嘛？但是很多政府就愿意啊。所以民进党南部的县市，几乎你去看每一个县的刊物都美得不得了。我还收集了好几本，因为真的是做得很好。但是你就说，那做这个干嘛呢？那做这个就是他去结交这些文化人嘛，未来为他政治所用。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所创造出来的文化。那这个文化，我认为我不晓得这个文化人怎么想哦，就是说他等于是被政治绑架也好，或者说被政治笼络的一群人。所以你发现这些站在前面的人背后的话呢，不是因为他想要流量，或者他想要生存，因为他就是想要补贴，或者他想要成为英雄，都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你说曹先生想干嘛呢？当一个霸团的教父，他觉得很开心。所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因素，让这一些我们认为是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它出现了一个没有办法自我辩证跟反省的一个现况。我觉得这点是让我一直觉得很痛心的。香港怎么看？在这一次的大罢免7月26号，在大罢免之前1个月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奇，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所谓的文化圈子，非常的激烈，非常的深情的投入。我本来也可能都跟大部分人想法一样，都是我认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政治信仰可能到了很危机的时候，觉得台湾的主体性快消失了，台湾的意识呢快要呢被消灭了，台湾快要被统一了，所以呢他们要团结打最后一仗。可是当我看到呢这些的团体，许多的人。在你基本的文化理解上面，你不应该呢，在你自己的本物之外，还另外呢跟公部门挂钩的。你说大支的音乐很流行吗？你看他做的那些的影片，点阅率几乎呢都没到4位数。换掉说，那个钱丢进去2000多万给他，6000多万，我告诉你还有很多啦。这两个只是现在刚曝光而已。我们不要低估这件事情。第一个，我觉得应该要肯定一下闽南郎。闽南郎现在，如果你有看到少康战情室，唐叔叔肯定你，因为要当污点证人不容易。在这种气氛里面，你知道你当了污点证人之后，从今天开始呢，你里外都不是人，你一定呢会被修理得非常惨。但是你敢把呢，就是说台面下面的那种想要用纳粹的手法呢，去操作台湾的政治运动，而且是针对在野党的运动，跟当年纳粹一模一样。纳粹就在他把国会烧了之后，从此之后呢，就唯希特勒独尊，就是在斗国会的时候，闽南郎不管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起码你把这事情讲出来，让台湾呢开始呢有一些的警觉性。让之前726呢觉得一直没有表现机会的其他的7个选区的选民，因为有许多选民就是我都没有机会好好的发泄一下，823有机会。好，可是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当年希特勒的成功真正关键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他的钢铁和洪流，不是因为他的坦克车呢，他的闪电战，是因为他有一个宣传大师叫做戈培尔，所有的运动摄影师先到。你注意看看呢，台北的运动其实几乎一模一样了，就是人还没有到，摄影师先到，事后呢先赶快的就是剪辑影片放在网络上面宣传。戈培尔是造就呢希特勒的关键性的人物，我认为8炯
你在努力的把自己打造成台湾的戈培尔。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极为严肃。虽然大家呢常常开玩笑讲说呢，台湾现在的成语很多都改了，台湾不如意事10之8九。但是呢，今天的面对这，你必须要很诚实面对，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国际新闻事件。刚刚呢，我们谈到太古汽车，谈到那一场呢莫名其妙的饭局。那没有双标啊！我希望像吴思瑶侥幸呢逃过罢免的，不要呢出来呢用一些很简单的话术，每次呢都是3言2语呢，只是呢新闻当中的假平衡而已，而是先后顺序，先弄清楚为什么会有那场饭局。为什么会要邀这场的饭局？为什么太古汽车在受邀的人不知道的时候呢，他会在现场？太古汽车不简单，太古汽车是台湾宾士的总代理之一。而现在呢，比亚迪呢要进来的车是腾势啊，腾势不是一般的比亚迪，腾势是比亚迪跟宾士集团合作的品牌车，所以它进来的是一个就像是你现在在台湾看到的 MG 车一样，挂的是英国的品牌，但是因为背后的资本方呢，现在呢已经是大陆的资本，现在呢腾势呢就可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那样的车是在比亚迪的所有的合作车款里面的高级车。它是用宾士的概念进来，太古是宾士的代理，太古在那里如果跟比亚迪呢沾上关系是有关的，因为呢现在的太古集团，现在的比亚迪，它已经呢把所有的腾势的股权本来是合作的，现在呢在大陆它都收了，可是呢可能在泰国会成立呢另外一个呢比亚迪色彩比较重，以这个呢就腾势以这个呢。在宾士呢品牌味道比较浓厚的这样的一个车厂的名义进来，你要不要收？它到底是泰国车、是宾士车还是比亚迪车、中国车？这个是呢你民进党政府呢要认定的问题。我高度欢迎呢任何的大陆电动车出来。你看到今年的前7个月，你有没有看到呢 ？Tesla 在欧洲的销量剩一半了。大跌了59%，你有没有看到 BBA？ 不管是呢 Benz、BMW， 或者是呢或者是对奥迪 BBA 在大陆的销量，前面的7个月腰斩，全世界的车子几乎都在腰斩。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它在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告诉你就是说明明是好的车子，为什么台湾人买不到？而要用政治去解读，政治的可恶呢，在这种基本上跟老百姓权益有关的事情上面呢，都不让步。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柯文哲今天被认为是失控在法庭内用水杯丢检察官，而且大骂出口然后呢，这个因为他今天主要是金华案继续开庭那传当时的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李德全来作证那休庭的时候呢，柯文哲对3名执行公诉的检察官大爆粗口，他把盛水的水杯丢向检察官的席位引起法庭的骚动他情绪激动，问力挺检察官说：“我是会贪污的人吗？”结果呢，这个检察官林俊廷还点头，所以他很生气说你这个太可恶了，居然就是点头，点什么头而且呢说我跟赖清德讲，我绝对不会投降你还给我笑检察官是点头，有没有笑我不知道。他说你还笑那另外呢，这个陈佩琪在旁听席听到以后爆哭那另外呢，北检也火速表达严正谴责，说因为呢，这个柯文哲对力挺检察官非理性的言辞及举动所以呢，北检有回应那另外呢，柯文哲引管中闵的名言说，如果你去扣赖清德的手机，一堆人都要坐牢，看看到底赖清德手机跟谁来联络那另外呢说呢，大罢免之所以大失败，你们有责任。大家看到司法的黑暗面检察官这样整我们所以呢，造成你失败的原因，我们看一下。有准备什么东西吗？戴着眼镜，穿着蓝色格纹衬衫，快步走进台北地院。金华城案持续审理，而他是重要的证人之一，北市府前副秘书长李德全，过去曾经在金华城都市变更计划公告前贴上便利贴，把签呈退回。柯 P 非常生气，他不但把手上的卷宗全部往检察官那边丢，而且他后来很生气，把水也整个往那个桌上，就是很用力的放，然后水就喷溅出来。
柯文哲出庭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证人，就是那个副秘书长李德权哦。李德权他基本上他是念那个就是都市计划的哦，他本来是台北市柯文哲时代，他本来是台北市的那个地震局长，后来就升为副秘书长。那其实他今天的证词非常的重要，他强调的就是说，在这个都审的过程当中，还有公展的过程当中，事实上都没有违法。那检察官问他说贴了那个便利贴，他只是说他写了一些小意见，是因为公文会上到市长室，他是给市长做参考，但是这个程序完全是合法，所以今天柯文哲基本上他就是开始就会觉得说，我是一个不会贪污的人，那你今天羁押我将近11个月，那我最近是听到一个很劲爆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就是被羁押，他被关了大概10个月，其实我们民众党的所有的党员都是想尽办法看要怎么把柯主席能够交保出来。既然政治事件，我的想法就是政治解决，所以我会到处去拜访这些检察官跟调查局的。那到2个礼拜前，我到南部去的时候，刚好在一个餐会里头碰到南部的一个调查局，他们在闲聊当中，居然告诉我们说，可能一开始检察官并没有想要抓柯文哲的这个金华城案，因为他们认为就是柯文哲他一直强调有年轻人的票，然后他一直强调他是青年，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所以呢，当时他们最主要是想要破坏他的人设，是要用政治现金案。但是呢，那些调查局的人就是说，第一次选总统的人太多的政治现金进来，也不会是经由他的手来处理，一定是下面的人处理。但是他们就觉得说，用这个政治现金案，然后来打坏柯文哲的一个人设，应该就够了。但是当时呢，在那个调查局里头，有人就是想要抢功劳，甚至检察官。后来他们就也讲了一句形容词啦，他说：“米佩哥安那心吼怕开拢冇灰尘，随便谈一谈，总是会有一些芝麻屑屑掉出来，就用那些来办就好。”所以到今天羁押了柯文哲11个月，那今天柯文哲会这么的反弹或者是失态，我想最主要还是李德权今天的证词。好吧，卢秀燕哈。他最近那个粉底被拿出来出征哈，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民进党立委王一川在节目中炮轰台中市长卢秀燕堪灾全装出镜，还大酸用2400元的粉底液，这枚小罐卖2400，不知道是在卖什么，引爆争议。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瑜发文批评，对这样的言论无法认同。难道有看过男性政治人物被问西装多少钱、发型好不好看吗？连霸团删除危害发言人阿美都认为，拿妆容跟容貌做文章真的没有必要。市长有看到这个卢市长似乎有被攻击化妆的事件。那您太太会用2400元的粉底液吗？你这真的考倒我可能真的要回去问他。化妆不是问题，性别也不应当拿来炒作。但是地方首长的勘灾有没有用心，救灾有没有到位，才是大家要严肃面对的。而卢市长对于勘灾有没有用心，救灾有没有到位，他现在人在哪里？他飞出国了，用他的这个决定，我们其实就可以来检视卢市长对于台中的市民跟灾区的重建，因应未来随时都有豪大雨的威胁，卢市长有用心吗？可以听到吴思瑶强调，化妆跟性别不应该被炒作，但话锋一转，马上质疑卢秀燕堪灾没有用心。来，玉敏，我觉得卢市长他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他的这个民调。台中市民的满意度是非常高的，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台中，它有急降雨，它其实也处理告一段落，然后它是正式出访到澳洲哦。但是民进党真的是很瞎哦，一个很瞎的人叫做王一川哦，就是不断的在讨论粉底液多少钱，那这个跟一个市长他做什么事情是完全都没有关系。那另外一个很瞎的就是刚刚吴思瑶又来造谣又来抹黑了。正式的出访到澳洲进行相关的建设跟文化方面的交流，请问哪边有错了吗？而且这个救灾也告一段落，还有副市长作证，结果呢，民进党包括他们的市议员也很瞎，在台中市开了一个记者会，说卢秀燕赶快回来。我真的觉得你可以不要政治操作到如此这般的地步吗？我觉得台中市民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都看在眼里，一个市长的任务有多种层面。
就在第一时间，卢市长也到现场去了。然后告一段落之后，他有重要的城市外交的任务，也带了局处首长，现在人正在澳洲访问。他面面俱到，什么事情都有做到。然后呢，现在因为他们把这个卢市长视为是未来2028可能是赖清德的这个重要的对手，所以他们现在就提早出手了。没事呢也要找事，没查呢也要找茬。然后一个粉底液可以这样子在政论节目讨论半天。我觉得所有的妇女朋友都应该出来谴责这个民进党跟王一川哦，就是说女性就麻烦看重她的能力，不是在批评她的外表，她使用了什么样的化妆品。而且王一川你要检讨别人之前，人家也说了，你用的皮带好像也是1-2万，而且也起底了哈，全身行头价值不菲哈，这个光这个什么皮带就是18460啊，他这个表。但是他戴的表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如果是这个表的话，说这个表是70万几，哇，是啊，这么贵。然后再讲2400的粉底液。我觉得其实我们这样子去讲说，哎，王一川你自己也这样讲的，我跟你讲，他不会觉得有什么的，真的。我觉得当他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根本不管自己到底有没有踩到那条红线。那我特别要讲的是说，其实卢秀燕市长做得很好这件事情，我想大家有目共睹。你没有什么好讲的，去讲到他的粉底液，我觉得除了小鼻子小眼睛之外，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入流。